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3号在 G20 财长会上接受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将在适当的时候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对话。美中之间的沟通对全球的利益来说都非常重要，两国需要在许多领域携手以应对全球挑战，包括粮食安全、债务和气候变化等。I certainly expect that we will resume discussions with the aim of doing that. I don't have a specific time frame in mind for doing that, but I believe it's important to do so, and I certainly am open to having those conversations. 耶伦还说，美中保持良好沟通对于两国国内以及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来说很关键。外界注意到，根据路福特公司的数据，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总额为8623亿美元，是自2010年5月以来的最低值。据报道，2022年全年中国共减持1730多亿美元的美债。美媒报道指出，耶伦的这一最新对华表态是在中国继续抛售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之际。作为美国国家信用的代表性体现，美债突破上限之际，若第二大美债持有国中国大规模抛售美债，将引发美国信用的雪崩式坍塌。本月中旬，美国预算办公室发出债务违约的预警，耶伦当时警告称，那将是一场美国的经济与金融灾难。而美债第一大持有国日本则在去年抛售接近2500亿美元的美债。维护与中方这种正常的经贸投资关系是非常重要。首先呢，这种经贸关系实际上对于缓解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呢是有非常大的帮助，能够极大的降低美国企业的运行成本，也能极大的降低呢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同时呢，如果说与中方呢保持一个正常的投资关系，保持双方正常这种资金往来，对于美方呢无论是重启制造业还是美国经济的正常运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美方呢如果要想解决自己国内的经济问题，试图通过与中方在经济上脱钩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就在耶伦发表此番寻求与中国对话的言论后，25号，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和美国在 G20 财长会的间隙举行了副部级会，就债务等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需要指出的是，2022年中美经贸达到690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两国经贸联系是推动关系发展的压舱石，脱钩绝不可行。事实上，耶伦也多次积极表达访华意愿。最初是在去年12月，耶伦公开表示，他对访问中国持开放态度，期待与中国进行更加深入的互动。今年1月18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耶伦在苏黎世举行了长达约3小时的会谈。在会后声明中，中方欢迎耶伦财长今年适当时候访问中国。气球事件发生后，耶伦仍持有相同意愿，表态自己仍希望访问中国，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随后回应表示，中方对耶伦希望访华持欢迎态度。也就是说，目前呢，中美两国至少在经济领域确实呢有比较大的相互需求，尤其是美方呢在一系列的重大的财政金融问题上，确实呢对中方呢也有合作的需要。但是目前呢，美方很明显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准备开始对话的诚意，这就使得呢目前呢双方进行了具体的对话，或者说制定一个对话的时间表，目前呢时机还不成熟。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也公开表达了与中方对话的希望。There should be a direct, open line of communications, particularly from two most powerful nations in the world, to be able to resolve anything quickly, so there's not a mistake made. 本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非正式接触。而即将在3月1号召开的 G20 外长会，布林肯方面已经公布了相应的行程安排。外界密切关注中方出席人员名单的同时，也在关注中美是否有再次接触的可能。但中美两军的沟通仍持续中断。在美方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后，美国国防部本月7号曾经表示，防长奥斯汀向中国国防部长提出通话请求，但被中方拒绝。当地时间24号，奥斯汀接受 CNN 电视台采访时，强调了与中国军方通话的迫切意愿。I think it'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maintain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I think leaders need to be able to talk to each other to.Avoid misperceptions and manage crises, and so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talked to him? The last time that I talked to him was a couple of months ago. So. Wow.
本月9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曾表示，美方执意动用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严重违反国际惯例，开启了恶劣先例。鉴于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严重错误做法没有为两军开展对话交流创造应有的氛围，中方不接受美方关于两国防长通话的提议。有观察提醒，美方屡次炒作中方拒绝与美国防长通话一事，有企图制造出中方关系紧张归咎于中方的意图。事实上，去年8月，时任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执意窜访台湾，随后中方宣布了8项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当时，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曾提醒过美方，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此后，美方不思悔改，反而愈加咄咄逼人。拜登政府平打台湾牌，不仅炒作解放军攻台事件，还持续对台军售。美方虽提出希望两国防长通话，但事实上双边对话需要诚意。美方对于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核心安全利益问题缺乏尊重，缺乏基本的诚意。因此呢，从目前来看，如果说美方不能够拿出十足的诚意，那么双方呢只是谈话或者对话沟通呢，并不能真正的有效推进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互信乃至合作。要在军事领域进行切实有效的合作，可能关键目前呢还不是在于能否重启对话，更重要的还是美方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